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90年代的时候啊，流行过一阵气功热，当时业内有不少老师啊非常有名的，把毕生所学的一些经验精华都分享出去，帮助了很多人。这些方法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啊沿用。那么我师傅呢也是其中一员，当时啊满腔热血，就想把好的东西分享出去。结果呢，道家是有些内容啊不能对外的，他把它分享出去了，因此呢违背了一些规则，所以呢受到了一些处罚。那么在后面慢慢放开了以后啊，这些内容啊就应该和大家见面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对这些内容啊也没有什么限制。我经过同意以后，也把曾经他分享出来的这个养火的方法分享出来。什么叫养火呢？在我的师傅传下来的一个课程当中，有一个叫9把火，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有9把火，这9把火呢因人而异。用我师傅的话来讲，8个字叫做火大能扛，火灭人忌。这个火呢对抗的就是湿和寒，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火苗大小不一样。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，就是每个人他都是有火的，而这个火是可以把它养大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核心的内容就在于怎么去养这把火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视频就会把这个方法教给你。我不敢说这个内容每个人念完都有用，但是最起码80%的人做完以后，可能身上会感觉到热、出汗啊，包括额头、后背、脚底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你只要能够坚持去念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火苗慢慢壮大起来，那种感觉你是平常练功感受不到的。好了，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宝贵的内容收藏下来，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，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咱们现在开始讲解内容。首先呢，这个动作啊并不难，主要是一个引导的过程，所以需要耽误大家2到3分钟的时间跟我一起去做。我们伸出我们的手，在掌心当中啊，我们找到一个圆，这个掌心是哪里呢？中指一点，这个地方就叫劳宫。我们讲啊，左边是第5个火口，右边手一点，这个地方是第6个火口。那么我们2个火口啊，往中间这么一合并就行了。大家如果去过道家，看到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场地，可能会看过很多人就这么去盘坐，腿是这么盘着的。如果你静静一看，你会发现他的额头上面，如果在冬天的话会冒热气，额头、后背甚至能看到一些细细的汗珠。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样也可以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有个引导的过程。我师傅说呢，左手啊为天，右手为地，2手合并呢就叫做火炉。手呢一定要中间是微微的凹进去的，不能怎么样，不能凸出来啊，微微凹进去。手这么合并起来，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这么做。做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把手转起来啊，你看一来一回，咱们为一次，我们做上4下啊，就这么去做，跟着我做，来2下，好，再来3下。转的时候切记啊，不要去用力的怼着转，正常的放松，手就这么转就行了。好，转完4下以后，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感觉，就是中间里面这个火炉的温度啊，它是什么样的？有些朋友呢，他火苗比较大，转完了以后啊，它这个温度啊就一直没怎么变化，温度比较高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自己感觉到你里面的温度不掉的话，你就不要动了，你就把手这么放好30秒钟。但是更多的人他是怎么样呢？他这个地方转完了以后啊，里面温度哗一下就掉下来了，这种感觉我用语言很难描述。所以呢，大家跟着我去做。如果你感觉你的火炉里面的温度保不住，一直在往下掉，那么我们再怎么样转2下啊。刚刚第一类型的人转完以后火温度不变的，你保持30秒，你就别跟着做了。然后30秒以后，你再像我一样转2下啊，再保持30秒钟。那么我们大多数人他的火炉温度保不住，那么我们转完2下以后再感受一下，静静的感受，不着急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可能你还是会感觉到温度往下掉，怎么办？再来转啊，转2下。这个呢叫做添柴加火，你就把它理解为往这个火炉里面去添加柴火。柴火只要足够了，我们的火焰温度就会上来。好，第3轮转完了，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已经能够感觉到了，这个火炉温度怎么样？开始慢慢的掉的比较的慢，或者甚至不掉了。只要你感觉今天的这个温度啊，它稳住了，那么今天我教的这个内容啊，已经怎么样达到一个入门的水平了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只要温度不变了，你手就别动了，手就这么静静的放好，然后过上30秒钟以后，你再转个2下。可能有的朋友这个时候手已经出汗了、出水了，很正常。30秒后再转2下以后再保持住。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还是没有感觉温度往上升，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再转，
不着急，我今天带着大家，我目标是做上一个6轮，一般6到8轮，基本上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。如果你还没有，每天坚持做啊，我只能这么说，每天坚持做。咱们现在再感受一下火炉温度怎么样？哎，是不是往下掉，还是说掉的速度非常慢？如果说你感受个3、5秒钟，还是在往下掉啊，继续转。如果不掉了，就保持住不动30秒，过个30秒再转2下。啊，就这么慢慢做，你别小看这个动作啊！你们如果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带着大家练，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出汗的，你们自己感受感受。这个时候你再看一下啊，如果说稳住了就保持住，如果没稳住继续转。所有的朋友们，你记好这个动作，为什么咱们这个时候练？你到了练上1个月以后，到了冬天，你这个手啊下水你是不怕的，出门手套是不用戴的。而且呢，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，因为大家没有办法交流嘛，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出汗的话啊，你们看到这里出汗的话，你们在评论区下方你打上有用出汗2个字，这样的话呢，很多朋友就能看到你流的这个盐，你也会帮助更多的人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转2下，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动作已经出来了，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转到什么呢？转到里面温度保持住，不往下掉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把手这么去放。它里面的火苗就开始慢慢的动起来了。只要有了这种感觉以后，好了，你就这样保持住，30秒钟以后再转2下啊。这个时候我呢就不给大家去做了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我的手上现在出了很多的水。这个水怎么看？大家看啊，我拿一个纸，我往这一粘，你看这个纸不往下掉，为什么？不是说我手有什么吸力啊，因为我手上已经出汗了啊。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手上已经出了很多的水，这个水啊，你们做完以后手一摸，黏黏糊糊的。很多朋友做着做着头上一摸，黏黏糊糊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湿气，还有一个是叫做寒。这2种东西我们统称为叫浊，它出来了。你在做的时候，每天就这么去做，做完了以后，这2把火是有用的，而且呢，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，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坚持去做。做上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知道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含金量有多高。坚持去练，有的朋友就通过这个动作简简单单的做着，额头、后背、脚底都慢慢的开始发热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讲的是9把火当中的核心，叫做阳火。那么还有9个火孔呢。如果大家想学习的话，你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“想学习”3个字。然后如果留言的人多，咱们下一期把9把火给大家去讲清楚，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庞大。9把火呢，讲起来以后啊，你做完以后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不是说你在外面随随便便看着这个内容能比拟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啊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含金量非常的足。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晚上各做1遍，做完以后手心当中会发热，你们握拳头会感觉到你的力量往上涨了啊，然后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。那么你今天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达到了入门以后，只要每天练就能到进阶。进阶是什么样呢？手这么一合，你都不用转，里面就开始不用引导，自己开始走了。那么有了这种感觉以后，慢慢的手心发热发烫，额头出汗，一系列步骤慢慢就来了，这就是进阶。所以呢，所有家人朋友们，今天开始练起来啊！我是大伟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感觉老师讲的好的，不藏着不掖着的，你们把下面的关注帮我点一下关注，以后随时都能来看我的视频。我的视频当中有太多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内容供给大家学习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夏天啊，你就一定要降肝火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身体和外在啊是有一定的感应的，也就是说，天气越热，我们的肝火啊就越容易大。而肝火大，它有几个表现啊。第一个啊，就是我们的嘴巴里面容易有些味道，或者是口苦的表现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精神状态啊容易变得非常的差，身上啊总是感觉没有力气。第三个啊，就是脾气，因为肝主情志，我们的脾气啊，我们的负面情绪啊，我们的大脑容易焦虑啊，这些都和我们的肝火啊有一定的关系。所以夏天，如果你学会了去降肝火，那么你的身体啊就一定会非常的好。今天啊，教给大家一个降肝火的一个经络养生操。这个操啊，可以快速的降肝火，让我们的肝火给它泄出去。肝火一旦降下来了，我们的身体啊会感觉特别的轻松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。首先做动作之前呢，咱们需要2把经络拍，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。这2把经络拍啊，可以泻肝火、通经络，还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，非常的结实和耐用。居家备上2把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泻肝火的第一个点啊，咱们就要找我们的期门，这个位置啊非常好找。我们以拍子为距离，放在我们的腋下，
往下再一个拍子的距离啊，就是我们的气门，大概啊在我们的身体啊中段偏往上一点点啊这一圈啊，咱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个拍打，因为拍子的头非常大啊。我们怎么做呢？手啊是平举起来，看一啊，身子啊转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这个啊是我们泄肝火的一个大点啊。通过这个动作，它能很好的帮助我们泄肝火。我们还可以配合呼吸，看吐气，配合身体的扭动，每天啊，你去做上一个60下啊左右，啊，就这样去拍，啊，非常的好啊，就做60下就够了。最好啊是放在我们的早上。啊，早上起床以后，洗漱完毕，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啊。拍的时候啊，这个力量是非常渗透的，所以我们不用很大的劲，因为它这个头子啊经过特殊的处理，所以它的力量很渗透啊。我们的手拍呢，拍不出这样的效果啊，每一下它都能渗透进去，我们就这样做啊。好，第一个动作讲完了，咱们来讲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也是非常的厉害啊，不仅啊疏通我们的肝经，连腿上的所有的经络啊都可以把它打通，而且锻炼我们的腰，锻炼我们的背，甚至啊把我们的大腿啊都练到了啊。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？腿啊一定要像我这样分开，然后你看这个拍子啊，一手看弯腰抄底，你看1打过来啊，反手呢这个腿啊往内微微扣一点点，2打过去，我做个慢动作啊，3、4啊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家明显啊可以发现，你看我腰是有一个活动的啊，背有一个延展啊，回，看腰部，然后背部回，腰部背部啊，做这个动作啊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腰，锻炼了我们的背啊，腿也能锻炼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你在做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这个腿部啊它有一个微微的屈伸啊，能锻炼我们腿部的力量。我们做快一点给大家演示啊，换个角度，你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下面这个拍子啊是拍打在我们的小腿处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拍打在我们的小腿处。上面这个拍子呢是拍打在我们大腿的正面啊，从底下掏过来啊。好，我们换个腿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换个腿，换个角度，看，1、2、3，看到没有？膝盖有一个微微的屈伸。啊，非常的舒服啊，腿上感觉非常的放松，而且啊，很多人反馈这个动作啊做完以后啊，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，包括我们的精力啊，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。我们一般啊建议左腿做40下，右腿做40下为一组，每天啊你就练上一个2到3组啊就可以了。第三个动作呢，咱们称之为啊门字拍杆法。为什么叫门字呢？它这个腿啊要分开，你看腿往下一坐，是不是像一个大门一样啊？然后把我们的肝经啊全部暴露出来以后啊，我们怎么做呢？你看。脚往上颠，然后拍啊！你看啊，注意看我的脚后跟，举起来的时候脚往上，往下的时候拍下来啊，3个点，1、2、3，我们从1号点、2号点、3号点，1号点、2号点、3号点这样去拍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这个动作呢，它不伤膝盖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膝盖保证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受力范围之内，而且它没有一个运动。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脚发力，让我们的身体啊打开，再通过下沉之力拍在1号点、2号点、3号点。这个拍法呢，可以充分的啊疏通到我们的肝经啊，我们就这样做。每天从1号点到3号点，我们去做上一个5下到6下啊就可以了。你看，1、2、3。1，手一定要抬高，2、3啊，下落的时候啊，力量不要太重啊，3啊，力量是很渗透的啊就可以了。这个动作做起来看起来轻松，但是实际上你做起来以后啊，会感觉特别的累。如果你感觉啊平常肝经不通，你就可以把第3个动作作为一个重点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啊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那最后讲一下咱们的经络拍呢，我建议大家选择的是啊2把，而不是1把。为什么呢？1把啊，日常当中只能作为敲敲打打。而2把的话呢，它能编排出很多的动作啊，帮助我们疏通经络，把经络拍的用处啊发挥到一个最大化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，以后每天打开，每天看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现在关注健康的人啊是非常的多，但是很多人啊往往忽略了咱们心理上的一个健康。
那么心理上的健康啊，同样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当我们心里面比如承压了很多的事情，或者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，心里啊积累了很多负面的情绪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反过来啊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一个人啊，他在一个暴怒的情况下，那么首先第一个，他的血压会升高。第二个呢，如果啊他的年纪啊稍微大一些的话，还可能啊引发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爆血管，或者是一下子整个人眩晕啊晕倒了，就特别生气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情绪啊对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啊是影响很大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慢性的一个情绪，就是长期啊心里面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不顺心的事，它就积压在心里面，久而久之呢，就造成了什么呢？就是心疾啊，心里面啊有一些疾病，那么慢慢的啊这个情绪上面就容易出现这种负面化，看事情呢也会啊负面化，而且呢还有很多啊这种更年期的一些女性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她们身体里面的激素水平啊是非常紊乱的，所以在更年期的时候啊，往往啊就会发一些无名火啊，看到大事小事啊都会生气啊，感觉整个人啊像变了一样。其实这个时候啊，我教大家2个简单的动作，就可以很好的疏导我们的情绪。情绪一旦疏导开了以后啊，我们看待一些事情啊，就会在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。那么同样呢，你情绪变好了以后啊，对于我们健康的改善也是非常大的。好了，这2个动作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动作啊，相对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食指交扣啊。交扣住以后，用我们中间的关节和我们的关节啊进行相互的挤压啊，就像我这个手势啊，把它做好了以后，大拇指压住，然后开始朝内，你看手啊要去挤压啊，相互挤压。我们把眼睛闭好，把手做好，大家把这个姿势摆好，然后跟我一起做，眼睛闭上，然后慢慢的开始先吸气，缓缓的吐气。手始终保持住挤压的状态，那么这个时候大约在2个呼吸到3个呼吸之间，这个头皮上面会一层一层的开始有一些微微发麻的感觉，整个人啊会一下子啊放松很多。这个方法适用于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当我们感觉心里堵得慌，或者心里面啊遇到一些事啊，就是特别的想要去啊情绪啊要爆炸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动作啊做起来，看。手一夹一用力，然后用呼吸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啊，然后吸气吐气，吸气吐气，3到5个呼吸之间啊，情绪慢慢的就能稳定下来。而且这个方法不限于任何时间地点啊，来的感觉啊也是非常的快，所以第一个推荐给大家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道家的引气疏导的一个方法啊，我喜欢叫它清心咒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我们的气息啊去引导我们的一个呼吸，然后呢达到一个身体当中的一个共鸣，让我们的大脑啊产生一定的愉悦感。这个方法呢，相对而言啊有点难度，也相对而言更高级一点啊。做完以后啊，包括我们的胸口啊都会感觉非常的放松。怎么做呢？就是我们首先啊要做好啊，腰背肩颈挺直，这个下巴微微的啊上扬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舒适的状态之下，我们用我们的大鱼际去贴住我们的胸口啊，就这样看贴上去。贴上去以后呢，你看啊，我吸气，我手啊就要压下去往上推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吐气的时候啊，这个手啊是压下去往外推啊，看好，吸气，往上推，吐气，然后压下去往外推。好，一个呼吸做完了以后，换一个啊，这只手一样是贴在我们的胸口，只是我们的左手贴在右边，右手贴在左边啊。我们左手贴右边的胸口啊，往右边偏移一点啊，大约这个位置。好，贴上去以后，看吸气，手是往下压，往上去啊，跟着这个我们的胸口啊一起往上。吐气，吐气是往外推啊，吐气下压外推。好，我们完整的做一遍啊！你看，先是我们的右手啊贴我们左边的胸口，来吸气往上，吐气往外，再来换一只手，你看一样的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外。好，这么一来一回做完以后，你可以把你的胸口活动一下，你会感觉啊这个胸口啊完全打开了，而且
做完以后啊，感觉这个大脑啊，包括整个身体上半身啊，是非常的轻松。这个就是引气疏导啊，这个效果呢也是来的很快的。那么大家这2个方法啊，它其实适用的于不同的场景。那么第一个方法啊，就适用于任何地方啊，简单快捷。你比如在工作的时候啊，遇到争吵的时候啊，想平静的时候啊，都可以用第一种方法。第2种方法呢，我更推荐大家适用于一些固定时间的一个修炼啊，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有一些晨练的习惯，那我们可以先做完一个呼吸啊，3到5个呼吸以后再进行一些晨练，或者说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方法啊，让我们的身心安静下来，能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状态。所以这2个方法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呢去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啊自己去做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可以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。最近收到很多私信，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啊，他们的眼睛容易出现迎风流泪、怕风啊、干燥、老花眼等等问题。那关于咱们眼睛的保养，其实我这里呢是有一套独特的方法，不单单可以去缓解疲劳啊，同时对于这种眼睛怕风、流泪或者干燥啊，都能带来很好的效果。好，那咱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啊。首先，咱们的眼睛啊，它其实是有很多细小的肌群去控制的。那么咱们这个眼睛这个肌肉啊，它有个特性，就是你如果说越疲劳，它就会变得越僵硬。那导致了什么呢？导致了你的这个眼睛啊，它就不够灵活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你去看年轻人的眼睛啊，他这个眼睛转的是很快的。那年纪越大以后啊，他这个眼球转动就不行。所以咱们要给眼球的当中的一些肌肉呢做一些拉伸。怎么去做？那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啊，我们先做一组热身。我们把我们的眼球啊，比如说我要往左边看，往左一直看，看哪呢？看，找一个你的一个聚集点去看，然后让你的眼睛始终去往左边看。其实，在看的时候呢，就是给你的肌肉已经做这个拉伸了哈。看完左边以后，保持5到10秒钟，慢慢把眼球回过来，然后眼球往右侧看，啊，一直往右侧看，保持住。这个其实你去定位到某一个聚焦点的时候，都是靠你的肌肉在发力。你会感觉到你眼睛当中的肌肉有点微微发酸，就是整个肌肉会微微发酸的感觉。保持住5到10秒钟，好，回归正位，然后往上看，啊，5到10秒啊，好，往下看，5到10秒，好，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做1到2次，就是说每天去给眼睛这个肌肉啊，你给它做一个小的伸展。那么做完以后啊，眼睛会稍微轻松一点，但是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的手法来了，怎么去做？做完了眼睛上面的一个伸展以后，我们还要去做手法上面的放松。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用什么呢？需要用我们的大拇指。做的时候有一个细节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指甲啊剪了，你千万别留很长的指甲去做，那就没有用了啊。咱们这个从我们的穴位睛明啊一直走啊走过来，走的是内眼眶啊。什么叫内眼眶呢？这是咱们的眼眶啊，就眉毛下面，对吧？咱们手按下去，骨头。内眼眶是哪呢？内眼眶就是眼睛闭起来，哎，往上顶这一圈就是咱们的内眼眶啊。咱们从这看，慢慢的这个大拇指啊，从咱们的这个穴位顶上去，顶上去以后，慢慢的，你看啊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的顺着咱们的内眼眶看，看往边上去摸走啊。这个手法要注意哪一点呢？就是你千万别做的时候，这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去压着眼球啊，那会非常难受。一旦有这种感觉，一定要及时停止。所以我们这个大拇指啊是微微往上挑的啊，尽量不压眼球，主要是刺激咱们的内眼眶。看拉过来啊，不要用很大的力，中等的力度，我们做5到10次啊，轻轻很慢的一样，就像在跑火车一样，很慢很轻啊。你千万别搞个动车，就哗哗很快，没有效果，而且对眼睛伤害很大啊。我们很慢，顶上去，慢慢的跟着我的速度来啊，慢慢做，好，慢慢过来，这就是一下啊。就你在做的时候呢，就把你这个眼睛里面的肌肉其实基本上都放松了啊。好，第2下啊，看大家能不能看清呢？看一下啊，第2下，来这边再演示一下，3，很慢的速度，大家看我的速度是不是很慢啊？很慢的速度去做，
4。这些细节大家都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很多动作它这个细节你做的不好，它就不可能达到效果啊，它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。好，我做了5下啊，我一共演示了5下。那么现在我把眼睛睁开来，你会感觉什么呢？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，这个眼睛立马就很亮，感觉这个近光度啊都很高啊。另一只眼睛呢就很正常，还有一些疲劳。好，然后再把这只眼睛给做5下啊，做完5下以后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方法就可以很好的，你经常去做，就是对这个流泪啊、迎风流泪啊、眼睛难受、干涩啊都有很好的改善啊。这里最后再讲一点，如果你的眼睛干涩的是非常厉害、非常依赖于这种眼药水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没事眨眼睛，就是每天眨50下左右，自己控制，就像这样。眨眼睛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在眨眼睛的时候啊，咱们这个眼睛里面会分泌一些像我们比如泪水，对吧？会让我们的眼睛啊变得不那么干涩啊。所以说眨眼睛啊。那么这个手法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牵拉，这3个方法大家合理去安排，合理去运用。但是这个手法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天天去做啊，对眼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是我分享的视频啊，希望大家对我的视频满意啊，也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到大家。我是大伟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